本座乃玄天大陆头号反派国队，我属3个手，我再不出来，后果自负。3、2。老天哪！就因为我让恋爱脑男女主团灭，居然把我穿越到异世界给反派当宰！一个小丫头片子装神弄鬼，这是秦王府重地，是你能闯的吗？滚滚滚滚！去！滚！本座找的就是秦王府，我来认野爹的。你要是不让，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我跳起来打你膝盖！哼，小玩意儿！放开我！士可杀不可辱，威武不能屈，母亲长年穷。今日你辱我一尺，他日我还你一丈。等本座重振雄风，一统天下，把你们都杀了！都杀了！王爷，王爷，本座狂狷邪魅、暴虐无情的大反派的野爹。长得还挺帅的。就知道你这个废物，除了惹我生气还会干什么？反派的高光时刻，快让他见识下什么叫疯批的怒火！拿我做用，手疼不疼？野爹，站起来，不许停！野爹，站起来，不许停！放肆！本座堂堂300岁大反派给你做女儿，你居然去给人当舔狗！慢走！王爷，这孩子太小，不懂事儿。生去为狗！秦九州，你个杀千刀的！我娘等你等的人都没了！嘿，渣男，咒你断子绝孙！你娘是谁？我娘叫温逸，家住在平阳府。4年前你被人下春药，是我娘救。回府，今日之事，谁敢脱落半点？九族大礼包，留下了！莫非这真是小郡主？这还有假？连性格都一模一样，王爷这是生了个自己啊！哦，秦九州，书里的毁天灭地、暴虐无情的大反派，偏偏是个没救的恋爱脑。平时被女主用来刺激男主就算了，最后还因为对手太子是女主表哥，就放弃皇位。我拿为爱而死，馊的不像我的。你再废话，我就把你眼珠子剜掉。不错，你的提议很不错。不过本座告诉你，反派一般都是死于话多，下回别威胁，直接动手。秦九州，看在你给我好吃好喝的份上，从今天起，只要你跟着本座，本座定会带你一统天下，再不济也是毁灭世界。吃饭还堵不上你的嘴，一定是没吃够。小孩子就是麻烦。我才不是小孩，我是本座可是凭借一己之力，差点把男女主干团灭的恶毒反派。
既然我来了，绝不允许窝囊爹为女主干当炮灰。干了这杯，以后我们就是拜把子妇女，最迷人的反派角色。嘿，还有反派被高点呛到的，天道你个小王八蛋，一定又是你捣鬼！小郡主，温姑娘当初怀孕，为何不告知王爷？你为何现在才来认亲啊？为何？还不是因为这弱智设定，4年前秦九州为救女主，不慎中了春药。不好，这剑有媚药。西青，不要管我，快走！翠儿，随便找个姑娘给他解毒，别浪费我的银子找大夫。是。但女主懒得给他找大夫，随手将路边晕倒的我娘带给他挤春药，这才怀上了原主。我娘寄过3封信，可秦王府从没有回信。半年前，她准备自己养大我，可是她坠崖惨死了，我被姨母送来京城。我告诉你，这爹你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，否则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我从未收到过温姑娘的信。少找借口，滴血验亲，让你看清楚谁是爹。这样啊，咱们用这个针他洗。大女子身居天地之间，岂会在乎小小疼痛？痛，真的好痛！融了，融了！我等参见郡主殿下，殿下千岁，千岁！看清楚了吧？你爹，我回来啦！你爹，我回来啦！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不对吗？我就是你爹。哎呀，甭管谁是爹，一个女主罢了，用得着你酗酒找死？只要你听我的话，区区女主，手到擒来，等灭掉男主和太子，我就扶你坐稳皇位，一统天下。到时候我会安排好一切，为你毁灭世界。自己死有什么意思？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为你陪葬，这才是我们反派应有的牌面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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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这小丫头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她怎么知道我想死？还有灭掉太子，坐稳皇位，一统天下，毁灭世界，本王都没这么疯狂。追风在，带他下去，通读大周律。是。秦九州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本座刚才放你一马，现在再放你一马，但你记着，本座是反派，不是放马的。好啊。酒不吃过。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秦九州杀人了！站住！大秦爹，你不杀我！你等着！站住！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自从小郡主来到咱们府里，整个府里面都有生气了。王爷也很生气啊。是啊，咱们的王爷好久没那么生气了。哎，屁股啥的，赶紧去救小郡主。别跑！看你不到啊，好恶心啊！惨绝人寰啊！
本王打到你了吗？你这小短腿倒是倒腾的比狗都快，我一根头发丝儿都没碰着。没打在我身，却痛在我心，烫发平高啊！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造的什么孽，才伤了你这么个不孝子孙？王爷使不得，王爷使不得呀！我让开！小郡主啊，是王爷不孝，让小郡主受委屈了。快别哭，别哭了！糟糕，这眼神我也要发疯了。王爷，发疯可以，别吓着小郡主啊！王爷，永安侯夫人派人请您去一趟仙尾楼。听来人说，夫人哭得很伤心。永安侯夫人白希清，小说女主。只要和男主一吵架，白希清就找秦九州刺激男主。男主有了危机感，就更珍惜白希清。3月后，秦九州为救白希清丧命，秦王府所有家财都留给了白希清儿子。白希清因此有了底气，侯府全家都对他慈爱起来。说白了，秦九州不就是垫脚石吗？小姐又欺负西青了，本王这就找他算账。儿子，你想得到他吗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与同行结盟第一步，先展现能力，得到其信任，与他平起平坐。他应该很关心家人吧？据我所知，他有个弟弟，虽然纨绔，但很受他疼爱。小景与他争吵的多数原因，就是因为要给这个弟弟擦屁股。一个孩子如何知道这么多？莫非他真有法子？你想说什么？把他弟弟绑来，想要人就拿儿子来换，说他不换，则与娘家关系破裂。我们只需稍施手段，就能利用他对娘家的愧疚得到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说他换那更好，直接叫他们夫妻感情破裂，他只能依靠你。这种下三滥的恶毒手段，就算是王爷当年做毒夫的时候都没有用过。小郡主挺熟练啊！你说什么呢？这叫一代更比一代强。温软，这些都是谁教你的？这还用教？普天之下，谁能有本座恶毒狠辣？温软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才5岁吧？对啊，厉害吧？才5岁，你就比我还没底线！你今日一定要好好教育王爷！我帮你，你怎么还不领情？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吗？哎，对，要不我们先把他儿子绑来，或者再把娘家人都绑。不，把他们请过来，还是直接杀去永安侯府，杀夫夺妻，然后灭掉太子，一统天下。一统天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请看，请看！告诉白希清，本王今日有要事，没空。什么？陈伯，这还是王爷头一次不管白小姐吧？是啊，自从白希清嫁人以后，王爷就生无可恋了。哎，现在看起来倒是有些许的生气。从此以后啊，这王爷心中第一人就换人了呀。哎呦，小郡主啊！本王再问你最后一次，现在你还敢不敢灭掉太子，一统天下了？不行，不敢想。哎呀，王爷不能再打了呀！你快住手吧！你看孩子脸都被打红了，再狠也不能虐待孩子呀！脸红那是他自己跑的，本王碰到他一根手指头了吗？啊！哎，行了，带他下去吃点点心，别在我面前哭，吵得慌。点心好吃吗？王爷，小郡主都已经认亲了，是不是也该带进宫给皇上瞧瞧了？进宫？太子的子嗣才是他最钟爱的孙儿，本王的女儿去他面前坐冷板凳吗？还不是您自己作的。
哎呀，皇上从小就最宠您，偏您为了永安侯夫人，把太子之位拱手让人不说，连他那上不了台面的亲娘都成了贵妃。成王败寇，本王认输。什么成王败寇啊！要不是他们母子设计陷害您，那皇上怎么可能对你失望啊？要我看，您吃亏就吃亏在不像他们一样使那些下三滥手段。王爷，您说要论起下三滥，倘若我方派出小郡主，那太子一方又该如何应对？这个秦九州不是封笔反派吗？怎么还管起我人品了？小郡主不生气啊，来，咱们吃这个。小郡主啊，陈爷爷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咱们的王爷他吃软不吃硬。吃软不吃硬。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，软软知道错了，以后软软有了父王，软软再也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了。父王有了我，也再不是没人要的野父王了。知错就好。你松开。父王，你嫌弃我吗？可我从小就没有父王，也从来没感受过父亲的怀抱。别人都有爹爹，就我没有，我真的好想爹爹。别哭了啊！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哎，别哭！要没有了，我只有爹了。我以后再也不要和爹爹分开。好好好，不分开。真好。好，太好了，王爷有多久都没像个人了。圣上口谕，秦王接旨，明日请秦王带小郡主入宫觐见。好耶！软软可想祖父了。爹爹你放心，软软一定会让祖父喜欢软软的。软软，你记住，你是本王的女儿，不用讨别人的喜欢，做你自己就好。耶！那我现在就去灭了太子，扶你登基。温软，鸡毛掸子给我！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嘞！告诉钱，老板说南北杂货应没有了。再抱一下吧呀，别提了。看看有什么想要的，都来看看啊！翠儿，秦九州没清场吗？若让人看见我和他公然来往，岂不是坏了我名声？说不定他正打着坏你名声，好离间你与侯爷，自己上位的主意呢。我与他秦九州交往是为了刺激萧晴，他竟因此心生妄想，无耻！还不赶紧让人以秦王府的名义清场？是。哎呀，白小姐，秦九州呢？又去珍宝阁买首饰了？既然要买首饰，为何不早出门片刻？竟敢让我多等他1刻钟！你且告诉他，今日把珍宝阁搬空都哄不好我，叫他自己掂量着办。没错，若真惹得我们夫人生气，届时秦王就算捧着千金首饰跪下来求都不管用。嗨，王爷有事，没空理您。你第一次拒绝白眼狼，真爽啊！小郡主，我将永远拥护您。温软，不好意思，没忍住。你这一晚上都吃了3顿了，你来的路上没吃饱吗？吃不饱，都快饿死。哎呀，小郡主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奴才给您夹菜啊。我要这个。
我刚来京城的时候，家里没钱，街坊四邻都没人要我，我娘也没有亲人。那你在哪儿吃？在哪儿睡？这野爹果然吃软不吃硬，只要我比白皙清惨，他还不上赶着心疼我。身为反派，张理查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我睡在城东破庙里面，一个乞丐伯伯可好了，他说我聪明漂亮，愿意分馒头给我吃，馒头可香了。好，本座引以为傲的自知力，竟被你们勾引得荡然无存。陈伯，明日起请先生来，把他这乱用成语的毛病好好改改。好，小郡主，快吃吧。好，小郡主，你看，漂亮吧？小郡主啊，你看，这就是明珠院呐，又大又漂亮，还有几十个丫鬟和嬷嬷。咱们先去瞧瞧，若有不满意的，你告诉老奴，奴才都给你改了，好吧，小郡主？陈管家爷爷辛苦了，我很喜欢。奴才不辛苦，是王爷安排的。你别多想啊，我就是找人随便买的。本座会记住你的功劳的。知道了。你去哪？小孩子睡觉不都要人陪吗？白皙星的儿子就是。不过我是不会唱歌哄你的，我最多只能是陪你。本座才不是一般的小孩，你退下吧。不过要是你怕孤单，这人怎么变脸比翻书还快？不管他了啊！来，都见过小郡主。见过小郡主。王爷，你怎么又犯病了？你赶紧把药吃了。再不必忍受身心折磨，为什么不让那群人如愿？殿下，你千万不要啊！太阳哟，大山的子孙哟，太阳哟。小郡主，你快下来睡吧。别人唱歌要钱，你唱歌要命。急什么？夜生活才刚刚开始，下面的朋友们都嗨起来，让我看到你们舞动的双手好吗？大山的子孙哟，嗨太阳哟，太阳那个爱着哟，山里人哟。小郡主别唱了，王爷一到晚上就发癫，万一您这种唱法惹恼了他。温软，在干什么？放开我演唱会还没看完呢！我动听的歌声你们睡得着吗？再敢低调我就把你们都杀了！还愣着干嘛？都快走！告诉你，我可是你嫡亲闺女，连亲闺女唱歌都不让，算什么好爹？闭嘴！我可没说不让你唱歌啊，你就唱给本王一个人听。听了你的歌声，头倒没那么痛。这人什么情况？真是的。大山的子孙哟，大山的子孙哟，嗨太阳喽！小郡主真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啊，一点都不赖床，还知道贴心的把王爷给叫醒，真是个好孩子呀。那是叫醒的吗？啊，昨天小郡主唱了一宿的歌，我看王爷根本没睡着吧。
回去补觉去吧。走吧。哎呀，这丫头唱歌的确能让我的头疼缓解，就是耳朵实在遭罪，压根睡不着。喂，别睡了，起来起来！哎，跟我说说，那老头怎么样？好相处不？什么老头？你亲爹啊！今日走个过场即可，当然，他也没那么多心思搭理你。哎呀，看来你跟你亲爹的关系处的也不怎么样嘛，他居然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你。我倒希望他不是我亲爹。肯定是他的错，他不知好歹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，无条件维护我？那当然，我要有你这么个大反派儿子，宠都来不及，还哪会嫌弃？他可真是不知好歹。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你干什么？你不说狗嘴吗？我牙痒痒啊！怎么回事？亲王殿下，陛下刚下朝，正在乾元宫等您。你好。凶残暴虐的秦王，闺女却这么天真讨喜，这合理吗？太子殿下听闻您有后，欣喜不已。正巧寿康郡主刚读完大学，想请皇上指教，太子殿下便带他与皇长孙前来，也给小郡主做个玩伴。召我女儿来给太子的儿女做陪衬，她也配？哎，你去哪？进门！你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走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孽障！仗势欺人，侮辱朝廷命官，朕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东西？身为朕的儿子，你把朕的老脸都给丢尽了！你真厉害，我还以为你混吃等死没斗志了，没想到还有两下子的嘛！看看给老皇帝气成什么样了！哇塞，眼爹笑起来真好看！父皇息怒，皇帝应是一时冲动。他若早知屈尚书会在仙位楼中，定不会强行京城，纵奴侮辱屈尚书。仙位楼，这地方好上耳熟。王爷，永安侯夫人派人请您去一趟仙位楼。听来人说，夫人哭得很伤心。这不是女主约野爹见面的地方吗？那说话的人是……还望父皇就别怪罪皇帝了。哦，原来是太子啊，蛮有兄弟情谊的，居然会帮秦九州说话，不杀他了，全进酒厂。为我说话，他那叫煽风点火。若屈尚书不在，你就能伤及百姓，侮辱命官了吗？朕就是王父上天眷顾，竟生出你这么个暴虐梁国的儿子。太子果然阴招，学到了。从来都是如此，我做没做有什么重要？很重要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。可是皇爷爷，我们昨日从未去过仙位楼呀。大师皇叔昨日和永安侯夫人在仙位楼踉踉跄跄，皇叔还亲了永安侯夫人一口。你胡说！本宫从来没去过仙位楼。你要是没去过仙位楼，你怎么知道我父王在仙位楼干了什么？本宫是听说的。我父王说了，做人要诚实，不能学人背后嚼舌根，那都是长舌妇才会干的事。可是皇爷爷，永安侯夫人
昨天确实找了父王，但是父王说要在家陪软软玩积木，没空去。父王还说软软比什么侯夫人、尚书大人都重要。我们在王府里边堆了一整晚的积木，堆了好高好高的房子。不信你问陈管家和追风叔叔，他们都可以作证。哦，堆房子？堆什么房子？堆的是皇宫。父王还说等软软堆好了，就带着软软进皇宫给皇爷爷看。父王说皇爷爷是顶顶厉害、顶顶聪明的皇帝。皇爷爷，你是一国之主，英武圣明，肯定能明辨是非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！好，朕的孙女儿真是有志气，堆皇宫可比你那个爹强了100倍。哼！太子，连一个5岁稚童尚且知道眼见才能为实，你可有实据啊？本想着秦九州给我白西景，定会替白西景认下罪名，没想到被这小丫头搅了局。父皇，是儿臣思虑不周。你就是皇帝的女儿吧？我不是，她是我女儿。怎么可能？你这不是知道吗？净问些废话。你太子啊，没想到你就没一个小丫头伶俐啊！本王的女儿的确不是凡人能及。父皇，儿臣以往行事荒唐，令您失望了。但仙位楼一事，儿臣与软软确未踏足。若父皇您不信，可召集王府上下以及昨日驻守城门的卫兵问询。可算说了句人话。看来这个小丫头……皇爷爷，别被这个乡下的丫头给骗了。她不向长辈行礼，竟还敢直视圣言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可你见到父王的时候也没有行礼啊！哎，皇爷爷和太子殿下都是你的上梁，莫非你……寿康，他说的没错。见过秦王叔。见过秦王叔。这孩子出口成章，瞧来伶俐的很。可曾读过什么书啊？还是爹爹厉害，她一个乡野长大的5岁丫头，怎么可能读过书？若是说读过，那便是欺君；若是承认没读过，那便是秦王叔教她说些谄媚之语。小女，我四书五经都读过，我可是文科学霸。一个没规矩的乡下丫头，居然敢说自己饱读诗书，你可知弃君当斩？不知不语，此为质。寿康妄称才女之名啊！皇帝何必与晚辈计较？软软是吧？你才5岁，怎么可能通读四书五经呢？你寿康姐姐日夜苦读，也才粗略的读完大学。小孩子说谎，可是要打手心的哦。这就到打脸环节了。嘿，不止主角会打脸，反派也会，把你脸打肿。来人，上笔墨。秦九州，我说你写。春晓，唐·孟浩然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乐知多少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黄河一犁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多立功，
调寒江雪，夜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不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是当午。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老生皆辛苦。天上人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孝驸马不做白玉盘，2万元章提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大功告成，翻命！怎么样？本座亲自指导。寿康郡主、皇长孙，你们喜欢，那就送你们。哎呦！本座可是玄幻大陆来的，3界之内上下千年，什么东西本座不知道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瞧你大把年纪，却愚蠢的很，可曾吃过什么药？父皇，这像，真是太像了。元后年轻的时候，跟你一模一样。元后年轻的时候，跟你一模一样。元后，秦九州的娘，果然在男人心里，早死白月光的杀伤力无人能敌呀。哼，温软，这个名字起得也好。再冠以国姓，朕就赐你为陈安，愿你一世长安。父皇，臣这一字多用于东宫啊！多谢父皇赏赐。不然，还不快谢谢你皇爷爷。谢谢皇爷爷，今日与皇爷爷相谈甚欢，以后有时间常出宫来陪我。人小了就是寂寞，盼着有一个说说话的。好，你既然有个女儿，把你那纨绔的习性收起来。你看你眼下那青黑，昨夜做贼去了。你自己纨绔就罢了，别把我软软给我带坏了啊！哎，别顶嘴，听话。大皇帝得给个面子。哎呀，看来有了女儿，这顽劣子真是不一样了。元后，你在天之灵也会欣慰吧？软软聪慧，日后若无事，可来寻你寿康姐姐玩。哼，我父王跟你说话，你不搭理他，野丫头就是没规矩。你父王爱吃粑粑，我都嫌他臭。吃又怎么样？我父王能吃一坨呢，你父王行吗？哎，我父王能吃2斤、3斤、4斤、5斤、10斤、100斤、1000斤、1万斤，我父王能吃1毛糠。你才吃粑粑，你跟你父王都一样，都长得跟粑粑一样。父王，皇帝，你为何打我？本王不打幼童，但若他们嘴贱惹我女儿，我只能训其父母了。你父王，寿康口出恶言，温软又正受宠，咱们闹去御前也不占理。而且你看这丫头，她好像等着我们还手一样。您可千万别上当，反正我们有西青姑母，整个秦王府都是您的狗，咱何必和自己家疯狗闹别扭呢？本王今日不跟你们计较。寿康，我们走。父王，你对冉冉今天的表现满意吗？本王不支持。放肆！我燃给你的阳光你就灿烂，燃你的雨水你就泛滥，给我站着！当真？哎呦，小郡主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！咱们的王爷往日就知道喝酒发疯，压根提不起心气应付太子的嘲讽、挖坑、阴谋和诡计。哎，今天竟能提起双拳和他对干，还得是你啊，小郡主。
点个赞，厉害。陈伯，王爷，方才御前降旨，称永安侯夫人纵奴责打百姓，侮辱尚书，还陷害亲王，褫夺其诰命，一纸申诉，命他抄写佛经万遍。什么？御前怎么会降如此重罪于白溪清？我现在……又开始了恋呢！王爷，永安侯夫人纵奴行凶，侮辱尚书，已是重罪，还把一切都推到您身上，这皇上能不弄吗？啊，还是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父皇。哎，你找那老头干啥呀？这可是好机会呀，老弟！叫我什么？哎呀，别关注那些有的没的。西青遭受重击，现在肯定关闭枕门痛哭呢。你快去攻击男主，他们夫妻感情必会出问题。然后你再趁虚而入，偷他老婆，偷他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追风，本王的鸡毛掸子呢？哎呀，别拿，我错了。哎呀，那你说不让偷家，那你有什么好主意？我看你就是不够狠心，都当反派了还瞻前顾后。王爷，永安侯夫人身边的翠儿来了。昨日王爷爽约，害得我们夫人受辱；今日又闹到御前，害得夫人受罚，此举未免太过无耻。哎，你住口啊！是你们仗着我们秦王府的名义行凶，到底谁无耻啊？啊！王爷，夫人刚听完圣旨就晕死过去，还吐了血。此事是王爷惹出来的，若您不进宫求皇上收回成命，以后也不必再与夫人来往了。我们夫人傲骨铮铮，绝不与没担当的小人做朋友。说谁？谁是没担当的小人？你是谁？我跟王爷说话，哪轮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开口？谁给你的勇气，敢跟本王的女儿这么说话？哎，惹到我，你算踢到钢板了。本王的女儿，也是你一个下人能得罪的？啊！太好了，是女儿奴，我们有救了！佳姐，你是？嗨，你好，我是温软，怎么样，被我迷倒了吗？姓温，乔哲约5岁，与秦九州极像，是温一的女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们夫人盛怒，还被气得吐血。王爷再不解决此事，日后夫人不理你，可别怪奴婢没提醒过。嘿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王爷，您是知道皇上性情的，您若是此时进宫求情，那就算是有元后作保，您恐怕也承受不了龙颜大怒啊。本王何尝不知，只是西青。舔狗原来是这样式儿的。舔狗？那是什么狗啊？哎，你呀，照照镜子看就知道啦，别老问我。等我回来再收拾你。哎，你要去哪？等我回来再收拾你。哎，你要去哪？说公不行，我今天才跟大皇帝搭上线。哎呀，你进宫得罪了他，叫我脸往哪搁？我的脸盘再大，也不是让你乱挥霍的呀。哎呀，大
大把年纪了，能不能懂点事儿，少让我操心行吗？老大不小的人了，做事儿没脑子，怎么老让我提点啊？王爷，您自己得罪了皇帝陛下倒是没什么关系，您皮糙肉厚啊，对吧？您不要连累咱们家小郡主，是吧？啊，是。你们不会都觉得我会进宫为西青得罪父皇吧？本王只是想去后厨给微软热热饭，有什么错吗？说不好啊！哎，你，在你心里，本王有这么不靠谱吗？没有。本王现在早已非孤身一人，不会再贸然行事。给你热饭去了。你们。心口暖暖的，这就是父爱的感觉。2辈子我还是第一次体会到，秦九州这个野爹也不糟糕呢。舔狗中的舔狗，居然还想以白皙卿的名义送众里去曲阜道歉，还开库房去城外，以白皙卿的名义施粥送衣，叫酒馆茶楼扬他善名。可不是嘛！你说咱王爷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，这本来施粥送衣这事也是给他积阴德，这没想到花了这么多钱给白皙卿扬名去了。从来没有人敢从我手下抢东西，这回要扒不下男女主一层皮，就跟你一笔姓白。追风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，跟着一个眼里只有女人的主子，能有什么前途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对他很不满。秦九州色迷心窍，已经不适合做主子了，倒不如换一个可以杀上皇位、夺回一切的人。本座可以向你承诺，等你架空秦九州之日，便是你一人之下之时。待我拿下皇位，更可许你一品大将军之位，如何？小郡主英明。追风是秦九州身边第一心腹，有他帮忙，我就没必要死磕秦九州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啦。造反的活他不干，也不是人干。得了，去库房看看吧。小郡主，不怪我呀，王爷安排了眼线，专盯着您，一会儿您的屁股就该保不住了。人人都道我生来尊贵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可没人知道，我真正想要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得到过。有时我想要母后，可母后却难产而亡；我想要父皇的陪伴，可他却每日忙于政务。唯有西青，只有他，在我儿时落难之际，不知我姓名，却伸手相助。我明知道他已为人妻，可为什么一靠近他我就控制不住？王爷，不好了！小郡主召集了所有人在外面，说是要策反架空你。什么？秦九州那个怂包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坐拥数百府兵，无数个暗卫，却连个太子之位都拿不下，简直是丢我反派之脸！你们是秦王府的人，本该横行霸道，作威作福，可如今连个侯府的狗腿子都敢对你们吆五喝六，告诉本座，你们甘心吗？不甘心，不甘心！大声点！不甘心！跟着秦九州，你们只能做一辈子不反抗的秦王府走狗，
可如果跟着本座，你们便是人人闻风丧胆的反派军团，横扫天下。以后上街，百姓们定会瑟瑟发抖。权贵退避三舍，连太子看到了你们，都得跪下来叫爷爷。现在愿意追随本座的，上前一步。温软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要架空本王。哎呀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本座也就不瞒你了。如今秦王府尽在本座掌握，你完蛋了！来人，把他给本座绑起来！这天真蓝呐，你看这云。对呀，是啊。怎么，本座指挥不动你们啦？属下还在当值呢。奴婢还要准备晚饭呢。属下不敢送出。陈管家爷爷。奴才誓死效忠小郡主。我的腰，哎呦，我的腰，哎呀，跟你开玩笑呢，我只是想找大家玩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也不理我，还天天打我。要是你嫌弃我就算了，那我就走了，反正我也习惯了没有家。谁说我要让你走啊？你是秦温软，是当今圣上亲封的陈安郡主，是秦王府唯一的小主子，只有你赶别人出门的份儿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本王闲着也是闲着，你不是说你孤单吗？我带你去玩。你不打我？还不跟上？不玩，你人真好，小强讲都不生气，大反派很有容人雅量啊！等等我！哎呀，自从小郡主闹腾起来啊，王爷都鲜活多了，终于像个人了。嘿嘿，不止啊，只要有小郡主在，王爷就能暂时忘掉白希清，咱们王府就有救了呀！有救了！好。父王，我们今天打扮的这么漂亮，是要去哪里呀？昌平姑母寿辰，今日啊，你与本王一起去，让大家都看看本王的女儿。昌平姑祖母。昌平长公主是当今圣上第3个妹妹，长袖善舞，起夫君安国公实权在握。想起来了，昌平长公主因为女儿曾经爱慕男主萧景，却被女主害得名声尽毁，远嫁他乡，从此对女主处处刁难。太好了，是自己人。哎，我先跟你说，你可不许使唤，记住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行善举，办善事，做善人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总之，跟上我就好了。很难想象，曾经暴虐凶残的王爷，有朝一日竟也能说出如此劝人向善的话。小郡主还是太全面了。说出这样的话，也不能升咖当男主，戏份是抢来的。对了，萧景他来吗？他要是不来，你就想办法让他来。本座要扒了他的脸皮。你便是软软，我是你的姑祖母。您长得好看，软软总觉得应该叫您姐姐。哎，别没大没小，叫姑祖母。祝姑祖母福寿连绵，芳颜永驻。
哎呀，昨夜听皇上说呀，你呀是识文断字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好孩子，你可真机灵。这九州有你呀，是他的福气，难怪为了你，宁可被罚了俸禄，也要打太子。长公主，您该更衣了。本宫也乏了，你们自便。喂，别太感动啊！什么感动呀？我是肉痛，那可是钱啊，白花花的银子，这钱不能丢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还有人敢抢本座的钱！天凉了，我看他也活腻了。哎，追风，跟上！小郡主，咱们躲在这儿干嘛呀？这可是长公主府，不能乱来的。少废话，普天之下没有本座不能胡来的地方。若有，本座便踏平了那地。来了。小郡主，莫非您是要暗杀？这可不行啊，这可不行！谁说我要暗杀他？我是要射穿他的公头。王太傅，秦王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秦九州向来跟我势不两立，今天又要找我的麻烦了。不知殿下有何贵干？本王想聘请王太傅为小女启蒙，本王别无他求，只求她能做个好人。我没听错吧？暴力凶狠的秦王希望自己的女儿做个好人？莫非秦王打算改邪归正了？这教书育人本就是老夫分内之事，只是不巧，今日里老夫身体偶感不适，绝不是故意推辞啊，实在是因为每日只需教导一个时辰，一次100两黄金。多少？那个可以成交。老夫一人就令上书房那些龙子凤孙们一个个服服帖帖，不敢造次，更何况是这么一个不足5岁的奶娃呀！王爷，您只管把他送到我府上，其他的也不用管了。还请。交给你，你就放心吧。追风，咱们走吧。哎，这位便是陈安郡主。这是不愧是文书男主，长得还真狗模狗样的。听闻郡主长于乡野之间，规矩上到底是差了些。不过，秦王的女儿嘛，粗鄙庸俗点倒也正常，也算家学渊源。永安侯这是和小郡主杠上了。我听说前几天秦王对永安侯夫人死缠烂打，还害永安侯夫人被皇上责罚。这永安侯爱妻如命，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哎呦，这永安侯是兴师问罪来了，还管应该管啊！那你们家欠人钱，也算家学渊源吗？你夫人
可是向我父王要了不少钱啊。大胆！我夫人本就饱受秦王纠缠，差点自尽。这次你们秦王府还敢纠缠于他？我若是再坐视不理，岂非枉为人夫？你这再胡说，也太……好啊，那你敢发誓吗？你夫人若拿了秦王府一分一厘，就叫你脚底生疮，脸上发浆，头顶上冒绿光。我们的小心人是这么行啊！本侯有何不敢？永隆27年7月，送永安侯夫人许玉镯一对珍珠宝石头面3套，银票5000两。6月，送永安侯夫人浮云锦10匹，东珠一匣，银票7000两。7月，送永安侯夫人胭脂坊一座，和田玉佩5对，银票5000两。还有你这玉佩，都是我父王的。还有你的玉佩都是我父王的。夫人被罚是因为皇祖父查出他约我父王被拒绝后恼羞成怒，在仙尾楼仗势欺人，侮辱上书。被罚之后，他还派人叫我父王请皇祖父收回成命。我父王念在相识一场，还是替他给百姓们赔了500两，给屈少卿送过重礼，连城外施诏都是我父王以他的名义送去的。我父王是天底下顶好的大好人。说的是这小秦王府这种面人确实是很有道理。王爷，咱们不去阻止小郡主吗？为何要阻止？软软说的都是实话，更关键的是，她在替我说话。提前回府，备好软软爱吃的点心，还有实心的珠宝头面、绫罗绸缎。凡是最好的，统统给我闺女送来。是。夫人，这是您最喜欢的庐山云雾，秦王府上个月刚送进来，奴婢闻着都香极了。他秦九州敢送我次品茶吗？那是自然，您皱个眉，他都心疼的不得了，哪舍得叫您喝次品茶呢？不过这回他似乎有些不受控，会不会是因为温宜的女儿？不可能，她温宜一个下贱的平民女，生下的孩子就算能进秦王府，也不会得到秦九州的喜爱。更遑论影响他对我的痴情。他秦九州唯一宠爱的孩子，只会是你的寒歌。夫人，不好了！夫人，不好了！今日在长公主府，陈安郡主当众向侯爷要诈，还把您从秦王府拿过的东西当众念了出来。你说什么？京城都知道这件事了，侯爷颜面尽失，侯府的夫人姑娘们都觉得丢人，也快来找您麻烦了。外头还在骂您厚颜无耻，又当阴历。夫人，不可能！秦九州呢？他就这么由着他那个野丫头污蔑我的名声。秦王他把整条街的铺子都买空了。我就知道他会来给我赔罪。东西呢？东西全部都送回秦王府，给小郡主了。滚！快点滚！还有，去请太医，就说我听到污蔑后头疼吐血，叫韩哥去秦王府。秦九州最疼他，你去教他怎么说。是。心疼，心疼！
哪儿了？回话呀！你不是说千周周永远都是我的狗吗？啊！心疼，心疼！啊！他怎么敢毁我的名声？啊！心疼，你说话呀！说话！糟了糟了，王爷平时从来不许旁人说白芨芨半个不字，今天都没等咱们，他肯定是生气了。王爷一生气就会发疯，说不定他现在就……王爷，你在干嘛？你疯了也不能把药当饭吃啊！快动手！让开，看我的！停！你们。谁跟你们说我要自尽呢？这是糖，是我给微软买的糖。我尝尝味儿怎么了？谁叫你恋爱脑当惯了？父王，我知道错啦。哇，这些都是给我买的？不然呢？我买给其他的孩子啊。王爷，永安侯世子来了。秦王夫人呢？怎么还没到？实在不好意思，世子，老奴啊，送您回去。来，走。回去？秦王叔有事吗？那我先回洛星院玩会儿好了。等等啊，世子。王爷的意思是让老奴送您回永安侯府。来，走。怎么可能？秦王叔巴不得我来，恨不得连星星都摘给我，怎会不允许我留下？狗奴才，一定是你光本世子！等我告诉秦王叔，一定扒了你的狗皮！敢做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敢做的人，你也敢动？这就是男女主生的那个高智商儿子，也不过如此嘛。小东西，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对本座说话了，你很有胆量。可惜本座已经有小野猫要去收拾了，你这样的还不够格引起本座的注意。怪不得寿康姐姐说你是个野丫头，乡野长大的贱婢，就是粗鄙无礼。别以为你进了秦王府就可以杀鸡变凤凰！管你野不野，你只需要记住，陈管家爷爷是本座的人，你对他不敬，就等于对本座不敬。要是再有下次，形同此状。撞过头了，本座的手好疼啊！这回丢人丢大发了。颤抖吧，小东西！你们在闹什么？秦王叔，他欺负我！我告诉你，秦王叔最疼爱我，绝对不会由你放肆。秦王叔他打我，还用弹弓打我，看我的额头都红了。你快去教训他！子涵，是你先对陈管家无礼，后又出言不逊，辱骂郡主在先。我只是秦王叔，你从来不会凶我的。你说过最听话孩儿懂事的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她是本王的女儿，是秦王府唯一的小郡主，她才是本王最喜欢、最需要保护的孩子。你骂她野种，就是在骂本王。你说本王该不该凶你？你骗人！你说过我比谁都重要，我娘说了，
追风，送客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永安侯府的人不必再放进府。是，王爷。嘿嘿嘿。没想到这孩子心性如此凉薄，以前我竟从未发觉过。野爹这是伤心了，因为那个小白眼狼。喂，秦九州，那种只知道伸手要东西、不懂感恩的小屁孩，有什么好在乎的？本座5岁时已经……总之，眼光要放长远。你失去的只是一棵歪脖子树，得到的可是本座这片潜力无限的大森林啊！歪理一套一套的，手还疼不疼？区区小痛，何足挂齿。本座，好吧，是有点疼，都怪那桌子太硬。知道疼，下次就别硬撑了。本王还不需要你这个小东西用自残的方式来找场子。胡说，谁自残了？我那是战术威慑，战术，你懂吗？不过谢谢你啊，野爹，刚才还挺帅的。没大没小的，还有以后不准随便敲桌子啊！哎，知道了，啰嗦。哎呀，看在你最近表现不错的份上，我就暂时不杀你了。我听到了。啊，你说啥？风好大，我听不见呀。哎，你说啥？行，但是啊，经过这件事，本王好好想过了，绝不能让你变成一个坏小孩，所以从明日起，我便把你送到王太傅的府上，让他教你好好读书，争做一个好人。什么？秦九州，你恩将仇报？我可没有啊！死王八，你爷爷我来了，还不快出门接驾！莫非你就是陈安郡主？没错，正是本座。不可能！我早就打听过，陈安郡主自幼就乖巧懂事、听话可爱，怎么可能说出此等大逆不道之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那个坏蛋父亲秦九州教孩子，哼，这样来对付我的，这是报复，报复。没关系，只要老夫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一定会将他收复。郡主，你来了。听说你要教本座向善，哼，不错。其实臣的本意呢？如此狂妄！你说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太后，学校拜师礼，不胜敬意。这是太傅，您可千万别退货呀！王爷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您的身上了。哦，哟，虽然此子有些顽劣，但是没关系。为师任重而道远，定会将他教导好的。哎呦，来人，看座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你们俩刚才太好了！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了，我不交了，给多少钱我都不交了。太傅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是谁说过秦王殿下险恶的呀？在我眼中，他简直就是活菩萨大善人。这里边那个，那才是真正的魔童啊！
老夫曾经教导过皇子，教授过功夫，就连当今的太子爷在年少之时都被我打过手板心的。可是我在晚年居然见到了如此顽劣之徒！不行，快来帮忙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！不要！不要！你可知道，这些可都是虔诚的古本呐！葡萄成熟还早的，我的雪狼号嘞！论语啊！太傅爷爷，你怎么蹲在地上？地上凉，快起来！起来！稳坐，学生扶你。你不要过来呀！原来太傅爷爷是心疼这些啊！学生这是在实践还故而知新嘛。您看。我给圣人穿上了新的衣服，这样是不是更好接、更有趣啦？你根本就是强词夺理！太傅此言差矣，圣人云有教无类，您不能因为学生天资过于聪颖，思维过于跳脱，所以就歧视学生嘛？什么？老夫何时歧视过你呀？小郡主，咱们齐王府已经很久没有新人来了。你看，那边那个诡计多端的隔壁老王，是不是正好可以作为咱们下一个发展的下线？还有什么比让大善人反水，加入咱们反派阵营更大快人心的？王爷啊！我求求你！老夫实在是教不动了，你另请高明吧。那些礼物是这么多年来你送过来的，还有那些黄金，我都如数奉还。只求你无论如何要把小郡主关在府中，看好啊！本王再给你加那个。不要送，不要送，都不要送！哎，昨日给陈安郡主上课了吧？怎么样？他和秦王谁更恶啊？非也，嘿，要知道陈安郡主是何等的乖巧懂事、听话可人，你们根本想象不到。她尊师重道。小王，拜本座为师，本座带你打天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心思缜密。本郡主刚有点愧意，你就突然不给我讲故事，害我瞌睡都跑了。心地善良。哎呦！太傅爷爷，尝尝我的糕点吧。天对地，雨对风，
怎么样，太傅爷爷，古筝糕点味道如何？太好了，板做的辫子翘翘，脑袋掉掉，夹竹桃糕做成了！哈哈哈！总而言之，郡主殿下天资之聪颖，品性之高洁，心地之善良，都是举世罕有啊！还真是傣竹出好笋啊！哎，你咋哭了呀？这本官没哭，没看清楚吗？这流下的分明是欣慰的泪水。想想也知道啊，本官能够在有生之年将陈安郡主这等100年难得一遇的旷世神童收入门下，成为自己的弟子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难道不是上8辈子作恶多端修来的福报吗？太傅，真是慧眼如炬。这上早朝不能睡晚觉。别扶我！亲王殿下，今日早朝之上，御史台大人便要弹劾永安侯夫人，不知秦王打算如何？难道打算凭借一己之力扛下此事吗？此事不在太傅的管辖之内，您只需要好生教导小女即可。没想到陈安郡主竟能使昔日政敌重修于好，世间竟有如此聪慧懂事之5岁稚童啊！你可都不知道啊，陈安郡主简直就是和平使者啊！走吧。斩立决，头头杀掉！谁骂我？谁骂我？臣有一事请奏：永安侯夫人不守妇道，唆使秦王抗旨，侮辱朝廷命官。秦王，你怎么说？一天天就知道被女人当狗玩，扫皇宫真都嫌你蠢味太浓。罢了，自己儿子，这回我得给他想什么办法开脱啊！父皇，皇帝也是情之所至，并非有意胁迫永安侯夫人，还请父皇网开一面，将此事接过吧。太子，你当真以为此事是秦王之错？心机绿茶，遗传谁呀？这是我这2个儿子，一个心眼的莲藕似的，一个哪有心眼啊？是微臣治家不严，还望陛下降责。还有条指哪打哪的跟风小犬。永安侯颇有觉悟，既然你主动承认，那便罚俸3年，卸去身上差事吧。既然你主动承认，那便罚俸3年，卸去身上差事吧。高兴，自己儿子我删不了，还删不了你了。父皇，萧景手握京郊大营兵权，
谢举差事，这非同小事啊！死老头子，今日怎么如此袒护秦九州？谢儿宵警不就等于陷我一条手臂吗？永安侯夫人行为不检，品行不端，不堪为臣妇。皇上，父皇，父皇，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，该不会又要替白喜庆背黑锅吧？快呀，皇帝，像以前一样，为了那个女人顶撞父皇，快证明你还是那个无药可救的蠢货！秦九州，快开口！只要你敢维护西情，坐实胁迫之名，皇上必会重罚于你。御史弹劾，延及永安侯夫人唆使儿臣抗旨，辱骂命官。儿臣以为此言有失偏颇。孽障又要开始了吗？元后啊，真对不起你，生的儿子脑子里灌的都是情爱。皇帝，你不必为难，我们都知道你情深义重，不忍白夫人受责，但国有国法，你若一味袒护，反倒坐实了胁迫之名，于他更是不利啊！太子殿下误会了，本王并非要袒护谁，本王只是陈述事实。昌平姑母寿宴，本王之女温软已当众言明，仙位楼之事并未在场，何来唆使一说？至于抗旨，请父皇明鉴。儿臣昨日接到圣旨之后，深知父皇裁决英明，未曾有过半分质疑，更未曾如永安侯府下人所言，意图入宫求情。儿臣谨遵父皇教诲，安守府中，教导幼女。这抗旨之说，从何谈起啊？莫非是有人故意构陷儿臣，离间天家父子？他竟撇清了关系，不护着白西青了。秦九州何时变得如此伶牙俐齿，还懂得反咬一口？这还是朕那个一遇到白西青就智商全无的蠢儿子了。他竟然会讲道理了，还会用构陷、离间这种词了。父皇，儿臣以往识人不清，行事荒唐，让父皇忧心了。软软年纪虽小，却通透伶俐，经常跟儿臣说：“父王，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欠任何人的，为什么要替人背黑锅呢？”本座言之出了这样，谁让你背锅，我炸死谁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软软还说了，他的皇爷爷是个顶顶聪明的好皇帝，不会听信有些人的一面之词。老头子要是耳朵不好，我就把他耳朵割下。儿臣深受触动，为人父者应为自己的子女做表率。若儿臣一直浑浑噩噩，担着莫须有的罪名，如何对得起父皇，对得起软软这一声父王？最关键的是，再背黑锅，他真能把皇宫炸了。永安侯夫人所为，与儿臣无关，儿臣从未有过抗旨不遵之心，请父皇明察。哈哈哈哈，好一个行得正坐得直，好一个不信他人一面之词。朕的陈安还真是一个玲珑心窍的妙人呐！哈哈哈哈，我的宝贝孙女竟能让他这榆木疙瘩的爹开窍至此。哈哈哈，元后，你看到了吗？九州他总算是有点人样了。温软又是这个死丫头，完了！
今日不仅没能拉秦九州下水，反而让皇上对秦九州妇女感情倍增，我还丢了差事，这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今日秦王所言甚得朕意，传旨：永安侯老夫人教习不善，褫夺诰命，静思己过。白守义教女不善，降职3级，罚俸3年。永安侯罚俸谢职，其妻褫夺诰命，今后不得入宫。其子不能参军为士，其女不得入皇宫王府。散朝。王爷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没事。本王听了西青的话，不再想要执掌政权，反而扶持太子，善待天下。可他们却从未感恩。今日一有机会，便想置我于死地。本王最恨虚伪，朝野上下皆面目可憎。被称赞淳朴善良的百姓也愚昧无知，外官讽骂指责，百姓人云亦云。本王是不是错了？说天不公，便捅破那天；说地不平，便踏平这地。在你眼中，谁人虚伪，便撕破他的假面。本座有一计，只需等几日，待本座调配好足量炸药，便可陪你登上金銮殿，铲平一切虚伪。本座都听说了，明明我为你伸张正义，可还是有大臣告你黑状。太子和男主，不，萧景，还是想置你于死地，只需炸平天下，你所厌恶的世界立刻变成苦海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天下人倒也没那么对不起我。幸好王爷还残存一丝人性，比小郡主像人多。你管他们对不对得起你？那些骂你的、算计你的、嘲讽你的、虚伪又可恶的嘴脸，你就真的不想让他们永远闭嘴吗？亦或臣服于你，任你侮辱吗？只要你想，本座就可以帮你。现在告诉本座你的答案，本座永远与你同在。王爷，不要啊！你从良一回容易吗？就算真要对付太子和永安侯，也不能跟小郡主合作呀。有病吗？对，你的提议很不错，或许我们可以制造一场瘟疫，不费一兵一卒，毁灭世界于无形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小郡主，王爷应该是真的问你有没有病。病？本座没有生病啊。本王的意思是，收起你那些丧尽天良的念头，本王才不屑与你为伍。你被人欺辱，却懦弱至此，你这种正道败类，简直是我反派之耻！小郡主，王爷确实是想报复天下，可你太恶毒炸裂，趁得王爷那点报复的心思都上不得台面了。他哪有脸再班门弄斧啊？阎王在你面前都得低头叫声姐。本座再问你一遍，这2计成是不成？我告诉你，本座的耐心有限，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。好不容易看到野蝶有了燃起斗志的希望，绝不允许他熄灭。本王觉得世界还很美好呢。陈伯，你这是？好久没听到这样的人话了，这日子他是越来越有盼头了。
亲生的，再起本座这也是亲生的。你说什么？今日早朝参您和侯爷的人太多了，皇上连太子殿下的求情都不顾，亲王更是听了他闺女的挑唆，竟当众与您撇清关系。父亲被降职，母亲被褫夺诰命，弟弟妹妹也被牵连，就连永安侯老夫人都……母亲，别叫我母亲，我没有你这种晦气儿媳，竟刻得我永安侯府至此，叫我景歌儿官职全卸，叫我晚年被夺诰命。我早就说过，这个贱人是扫把星，杀千刀的，害得我们侯府沦为满京城笑柄，害得我大哥失权失势，林哥哥本就被你勾引得5迷3道，现在还与我退亲了，你满意了吧？你胡说八道！林萧早就不瞒你嚣张跋扈，退亲不过顺势而为，与我何干？我与林萧是清清白白的知己兄弟，我与齐王景更只是他一厢情愿。我白皙间傲骨铮铮，行得正，坐得顿。什么傲骨铮铮？我呸！我看你分明就是汉子心女儿身，茶香四溢满京城。你胡说八道！吵什么呢？大哥，凌霄哥哥要与我退亲，我该怎么办？凌霄竟敢与你退亲！你别哭，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。别，这不怪林大哥，是大嫂在外面丢人，与外男牵扯不清，人家便以为我也是这种水性杨花的女子，叫林哥哥与我退亲领取，是秦九州非要给我的，我别人给你就真敢拿？清算一下，夫人拿了秦王府多少东西？首饰、古董直接还，银票、店铺等物等价归还，1分1厘都不能少，否则你就等着我的休书吧。夫人，滚！给我滚！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本该花团锦簇、众星捧月的，会让他妈庄子上那个贱人，明明已经日夜不停的受折磨了，为什么我的运势还是会急转直下？秦九州身边好像有能刺激神智清醒的东西。西头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知道这段时间我被害得有多惨吗7号宠妃宿主在爬首府床时和国师颠鸾倒凤，被尾随的大将军捉奸在床，我去处理了。那结果呢？首府与大将军在国师的见证下约法3章，进行轮班倒。国师入主皇宫，近水楼台。为什么他可以，我不可以？可能因为你人品不好吧。你闭嘴！告诉我，眼下该怎么办？秦九州受了什么刺激，不受我的控制？原因未知，但4年前秦九州救你时血落玉佩，玉佩还在你手上吧？此物可控制他的心神。你不好了，7号又去勾引圣僧了。你有事留言。秦九州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这条舔狗就不能挣脱我的掌控。
还有你身边那个小不点儿，早晚也会成为我碾死的蚂蚁。哎呀！王太傅，放心啊，走不快啊。那我，太傅大人怎么又自告奋勇来到咱们府上教学了？难道小郡主竟愿意听太傅教导？小郡主非常认真的督促太傅学习。哦，认真学习呀！小郡主，你真是乖巧懂事，乖巧好学，真是个好孩子呀！陈管家爷爷，还是你有眼光。等本座一统天下时，请封你为国师护法。哎呦，国师护法！魔鬼简直是一家子魔鬼呀！不行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得快点走。松开手，放开我！大家都去上朝下班了，你怎么没去？本王不想去。胡闹！上朝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也赶快！谁给你的胆子如此放肆？今日也就罢了，以后每日清早，本座专盯着你上朝，你休想再旷一日早朝。这小丫头一天到晚想造反，何时如此正直了？早朝多好的结交人脉的机会，你不想炸金銮宝殿就罢了，难道皇宫隔墙有耳，你想出师未捷，中道崩殂。再说，以后这种炸金銮宝殿的话，不准再说了，有伤天和。不伤玉和就行了。玉和？玉和是谁？是我啊，王太傅献给本座的字，说是什么意思来着？哎呀，太复杂了，跟你说你也听不懂。走。哎，算当年瑞士，正当下午，仙家玉德，权势春和，吉祥年和。王太傅有戏了。王爷从前最不在乎的就是天道报应、掉脑袋，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瞻前顾后、畏缩胆小？当然是小郡主来了之后啊，这人呢，一旦感受过幸福，就有软肋了。王爷爷，软软，哎呀，原来是朕的宝贝孙女来了。告诉皇爷爷，跟王太傅学习读书，感觉怎么样？王怀仁十分勤勉，赏了我不少心。皇爷爷教学有方。王怀仁？怎么了？大皇帝脸色这么难看，莫非是吃醋了？觉得他是我爷爷，我就对别的老头太过亲热。青龙，坠月，帮我看看，我脖子上的脑袋还在吗？青龙，你不喜欢吗？这可是本座给你的爱称，你堂堂95之尊，就不要跟怀仁老头吃醋啦。软软，不许无礼！你凶孩子做什么啊？你以前胡闹，朕都没凶过你。这是软软喜欢皇爷爷，给皇爷爷起的爱称。你懂个球啊！软软，答应皇爷爷，在外人的面前不要这么叫，好不好？这老爷子还挺要面子，吃醋都不好意思承认，不如我一个小孩大方。本座答应你啦。本座。本座这个词儿谁教你的？本座生来就会，这是权力的象征，实力的体现。天下没有人比本座更配如此自称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只要你有这个实力，就连他的爵位我都能赐给你。好，等我要的时候会跟你说的，皇祖父可别舍不得哦。舍得。
只要软软喜欢的，朕都舍得。一个还不到他腿高的奶娃，能要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？此时哄哄又何妨？好，那我要先替皇祖母要回6宫之权。父皇，是儿臣教女无方，但童言无忌，绝非包藏祸心。你既知童言无忌，那有何罪之有啊？冯贵妃教导太子不利，这后宫之权本就是代官，如今也是时候该归还了。不过软软啊，你告诉皇爷爷，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要求啊？为何？皇帝真笨，当然是为了好造反了。不过我可不能这么说，哼。因为我不想看到父王受委屈，太子伯伯不听话，太子伯伯欺负父王，肯定是冯贵妃娘娘的错。软软心疼，要是有人欺负皇爷爷，软软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哼哼，原来软软是心系家人啊，那朕就答应你，日后啊，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欺负。拉哥，你要是敢食言，你就把皇位……陈安饿了，我带他回府吃饭了。我饿了，皇爷爷，我先回去吃饭。这皇宫里没吃的。秦九州，你要不会养孩子的话，就把孩子给我养。王府，再给我扣秦王10年俸禄。皇上，秦王的俸禄都已经扣到死后200年了，还扣吗？那怎么样？照扣不误。秦九州，本座最近给你太多好脸色了，都不顾本座颜面，快放本座下来！再不拦着你，要的就不是你的脸面，是你的小脑袋了。放开我！秦九州，行。算我求你，不要再喜欢我了，行吗？我爹又不是神仙，这可是女主，全书咖位最高的女主，这配置的确不错，难怪能同时迷倒男主和野爹。哎，人就在面前，秦九州，你帮我一统天下，我帮你把他抓回来。看你是太久没有抄规矩了。看来这个小丫头就是系统所说能让秦九州摆脱我控制的原因。可惜只要玉佩在，谁也拦不住我。这小丫头的眼神，秦九州，你喜欢我是你的事，可我为什么要对此负责？我已经和你纠缠了多年，容忍你以朋友的名义待在我身边，难道你还不知足吗？哪个系统设置的白莲花女主又出现了？这台词怎么都不带改的，太老土了。若可以选择，我宁愿当初从没认识过你，也好过被你如影随形的纠缠，毁了我本该和睦的生活和家庭。秦九州，算我求你，不要喜欢我了。我爹又不是神仙，你求他干嘛？而且求神还要带供果呢，你带礼物了吗你？秦九州，这个不中，我们走。不对劲，秦九州的变化怎么突然这么大？刚才他对白希清比普通朋友都生疏，怎么被白希清一激就变得要死要活，一脸舔狗的样？难道这小丫头的眼神完全不像孩子？她为什么盯着我？难道她发现了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秦九州他是个 M， 好言好语他不听，非得骂两句，踹两脚才能深爱起来。白希清肯定是掌握了这一点，才能拿捏住秦九州。那要是我扇他一巴掌会怎么样呢？
他会不会为我马首是瞻，封我为王呢？刚才诉苦的话，有不少人都听到了。方才他已经跟我对视，玉佩马上就会起效，秦九州将控制不住的舔我。到时候，只要我一句话，秦九州就会心甘情愿地背上所有污名。不好了，王爷的眼又红了，这是犯病了。志宇，药，快拿药！西青，西青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果然起效了，金九州，你马上就要控制不住来抱我了吧？哼，又开始了。明明很久没有犯过病，为什么这么痛苦？只有靠着西青走亲走香啊，好像才会好受一些。西青，西青，小青呀！萧郡主，你才5岁啊，就活够了吗？怎么样，感觉爽不爽啊？为什么刚才的痛苦突然之间消失了？怎么不管用？是不是力气不够大？要不要再来一巴掌？停！你想做什么？现在有没有感觉很振奋？很想臣服于本座的脚下，为本座开疆拓土，完成霸业，一统天下？有。哎呀，早知道一巴掌就能成事，还折腾什么？天道也太拿他当外人了，嘴真严啊！有。好，那你告诉本座，除了京城400暗卫、1000府兵，京郊4000死士，你还在哪里藏了人马？调动的令牌又在哪里？看来追风告诉你不少东西了。本王今天不教训你，就跟隔壁老王姓。站住！还敢跑！站住！秦九州，你敢无视我，一定会后悔的。瘟疫那个下贱的狐狸精，当初分明给了他那么多钱还不满足，竟还敢往京城地信勾引秦九州，还把小野主送去了他身边。陈管家爷爷，哎呀，小郡主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王爷呢？多日不见，本座对陈管家爷爷甚是想念。多日？昨日不是才见过吗？啊，一定是小郡主太想老奴了。是啊，一日不见，如隔3秋啊。算算，老奴与小郡主有3年没见了。这些年，老奴过得一切都好，就是十分的想念小郡主啊。本座也是，只是不巧今日本座惹了小秦不满，只怕不能跟陈管家爷爷叙旧了。什么？哎呀，王爷脾气暴躁，恐怕又是让小郡主受了不少的委屈吧。小郡主，你别怕，老奴护着你。我就知道找陈管家爷爷没错，能把我从鸡毛掸子下救出来的只有陈管家爷爷。文软，王爷，小郡主年幼无知，哪怕真的犯了什么错，你也不该如此吓他呀。是吗？哪怕他抽了本王一耳光，哎呀，那是自然，哪怕他抽了你。嘛玩意儿？你抽了谁一巴掌啊你？本座本想帮帮小秦，帮他找回真正的自己嘛，这只是个意外嘛。是吗？你们是都没长眼色吗？等本王自己拿鸡毛掸子，等真是越发越美。王爷，请。小郡主，
咱们犯错得立正，挨打可不许叫啊！来吧。哎。还没打就断成2截，什么破玩意儿也敢拿给本王？当真是放肆！真给你了，你又不乐意打，哎，王爷真装。他这不是装，他是真的舍不得。小郡主啊，这大人啊就是这样，喜欢口是心非，你呀得多担待，多理解啊。那当然了，本座可是要一统天下的，很有包容心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好。小郡主，王爷呢？永安侯府的人在外头，说是还债。我就知道男女主有操守，被当众点名，怎么可能不还钱？陈管家爷爷，快去盘账。哎，好。走。这是钱啊！这些箱子里都是秦王送给我们夫人的东西，一些用掉或不好还的，都已折合成现银，共计130万8723两5钱。130万，这么多呀！不穷100多万两。这100多万两银子都快把我们侯府搬空了，真是没想到，堂堂秦王送给我们夫人的东西，竟还无耻的要回去。说的是啊，送出去的东西总把人要，这叫什么人啊？送人的东西要走，这么丢人现眼的事，我就不信说出来，秦王府还敢要？为什么不要？你们那是借，不是收礼。莫非你要承认你家夫人收了别人家男子的赠礼？当然不是，那不就得了吗？你都说了，这些银子能把你们侯府掏空，那我有钱不拿，我不是傻猫吗？说的也是啊，这么多钱干嘛不要？确实应该说。说的对啊，刚才咱们被永安侯府的人绕进去了，这本来就是秦家的钱。拿回去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哎，对呀，是啊，有道理啊，是该拿回去。来吧，大伙都抬进去吧，小心别砸坏了，都抬进本座的库房里，记得多上几把锁。好，上。哎呀，这么多钱就跟人家送，肯定没想到他会真的拿呀。这下后悔来是啊，你看他都疯了。小琴，你也想教本座授课？那你可得拜本座为人而不仁，孰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孰乐何？小琴，你叽里咕噜说啥呢？不想挨鸡毛掸子，就给我坐好了。本王好好想过了，之前一定是没有让你好好读书，才生出那么多不该有的心思。从现在起，本王一定好好管教。王爷从前最不屑的便是这种伪善之言，谁若跟他讨论向善怀仁，骨头断了都是轻的。人嘛，长大后总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有资格！怎么不讲了？我回来之前，你能把这个解开，我就赏你黄金100两。100两黄金？
本座势在必得。保护好郡主，剩下的人一个不留。敢动本王的女儿，下地狱吧！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这副皮不错，贴上走，观赏一二。笨，放肆！我黄金100两照给。那没事了。我怎么闻到了一股血腥味？秦九州，你受伤了？我培养的反派受伤下线了，我的造反大业怎么办？小伤而已，战场上比这伤的严重的多了去了。放屁！战场上那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现在你是本座的爹，你的命就是本座的，谁准你随便受伤的？万一你不在了，我找谁去造反啊？我找谁当垫脚石，一统天下呀？哎呀，吵死了！本王命硬，没那么容易死。最好是这样，不然的话，我就算把地府给掀开，也要把你救出来，继续做反派。疼不疼？不疼。竟敢欺负本座的人，肯定是太子他们干的。哎，温软，你去干什么？我要替你讨回公道。小七，你要记着，你是反派，有可能得不到任何的爱，但是你要记着，现在无论白希清爱不爱你，本座都爱你。爱我的人早已难产而亡，一个5岁小玩意儿，什么都不懂，也敢说爱，可惜了。放肆！秦九州，我好心对你示好，你居然敢走神，你放肆！追雨，王爷，直隶和云州的庄子铺面全过到小郡主名下，还有前院贾号库房的钥匙也给他。暗卫给他拨200人，随便给他玩，别来烦本王。是。小郡主，要不你出本书吧？书名就叫一句话，让暴躁王爷送我几百万。哎呀，别装了，给你1000万，帮我抓个人，干不干？追风将誓死效忠小郡主。哎呀，小东西，嘿嘿，终于落在本座手上了，嘿嘿嘿嘿嘿。这是人能发出的笑声吗？秦九州到底生了个什么东西啊？老实笑吧，就算你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今天本座就要让你知道，敢害我野爹的下场。嘿嘿嘿，敢动本座的人，本座定会让他上穷碧落下黄泉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这辈子都浸泡在悔恨的苦海中。追风，把人送到天香楼，告诉老板我带极品来了。好，闭嘴！都什么时辰了？陈伯，软软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回王爷，这个点儿啊，小郡主应该还在太傅府吃晚饭呢。吃晚饭？不好了，不好了呀！出事儿了呀！
大事儿不好了！小郡主，她不见了！什么？什么？她不见没什么可担心的，关键是太子殿下也不见了呀！我也不好了，太子被小郡主卖去青楼了。什么？小郡主被太子卖去青楼了？太子被小郡主卖去青楼了。哎呀，走！干什么？你们现在要去青楼啊？哎，我实在是跑不动了。哎呦喂，我的小祖宗！不是妈妈我不给您面子，您瞧瞧这位，年纪不小了，皮相嘛勉强算周正，可这眼神凶的呀，像是要吃人。我们这儿做的可是你情我愿的生意，这位爷一看就是不会伺候人的主。放肆！你懂什么？这叫气质，上位者的气质。寻常庸脂俗粉能有这气质吗？训练训练，绝对是你们这儿的头牌，专治那些口味独特的客人。我要诛你教祖！冉冉啊，我们手里可是有你买凶残害亲王的证据。他怎么知道的？小郡主果然有办法。以前王爷都想找证据，事实说明不用证据也能把人唬住。你看这身段，这金阁一看就是能扛能打、能歌善舞的好苗子，他的底子多好！小郡主，你可别忽悠我了。这位爷一看就是养尊处优的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唱曲儿别把客人吓跑了。最多这个数50两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至少500两。50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50两我都嫌多，20两不能再多。100两，外加他卖艺所得，37分账，你3我7。5分，我还得包教包会，包吃包住。万一他学不会跑了，我找谁去？找谁？找我家小婷呀。他虽然是个反派吧，但挺正直的。最关键的是，他有钱好命，肯定不会欠你的。秦温软。父王，好巧啊，你也来逛青楼啦！我看你皮又痒了，竟然敢绑架当朝太子，还迈入这种地方，我看你是不怕被诛九族吗？你的九族不是还有黄爷爷吗？黄爷爷总不能砍了自己的脑袋吧？温软！父王，软软知道错了，软软就是气不过，他们派人刺杀你，软软只是想替你报仇。父王，你打我吧，打死我就算了，反正没见的孩子像根草，你要是出事了，我也不活了。打我吧，打死算了。闭嘴，回去再收拾你。吵死了那家伙！追风，把太子重新打晕，送回去。就说是做噩梦了。今日之事，谁敢透露半个字，挖舌挖眼。是。软软，昨晚的事情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就是个5岁的孩子，你懂什么卖人？软软知道，软软还是个宝宝。皇祖父，温软他昨日把我父王卖去青楼，请皇祖父为我父王做主，严惩温软。陈安，你自己说，可有此事啊？青楼那是什么呀？是卖糖葫芦的地方吗？皇祖父，这温软年纪虽小，可心思歹毒。昨日未时3刻，他将我父王绑到天香楼，卖了500两。
500两能买多少糖葫芦呀？太子，你被一个5岁小孩子卖了，才卖了500两，你这身价也太不值钱了吧？你被卖到了青楼，本来就够丢人的，还要告诉大家被个5岁的娃娃卖了。莫不说软软有没有这本事？就算有，太子如此愚笨，倒不如退位让贤。所以太子你当真被卖了？父皇，儿臣不会拿自己的清白去污蔑他，请你严查。够了，他才5岁，他能撒谎吗？你攀扯也要有个攀扯的限度。你身为储君，更要有容人的雅量，而非盯着自家的兄弟和小娃娃攀扯无限。父皇，我。软软，你没事吧？寿康，我们走。你没事吧？你最好祈祷软软没事，不然你们3个一个都别想活着走出去。你也上本宫，你住口！寿康，戕害姐妹，罚朝宫规百变，禁足3月。次，教导嬷嬷研究其过。太子，行为不检，诬陷兄长，罢掉所有差事。本纪禁止入朝听政。父皇，我软软，没事吧？皇帝竟有这本事，从前是本宫小看你。他要是没本事，你现在还在冷宫里跟狗抢屎吃呢。怎么，翅膀硬了就忘记谁是爹了？你怎么会知道？秦九州，你我的恩怨也就罢了，这些事你还告诉你女儿？说，你还跟谁说了？我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你，爹，你真吃过屎啊？胡说什么呢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作恶者终有报应，恶毒狠辣之人，注定与天不容，难有善终。温软，我说的对吗？来，再说几句。我可是在咒你啊！哦，是吗？我怎么没听出来？好久没听到过这么真心的祝福了。哎，这怎么又没词了？你，亏王怀仁说你敏慧好学，你配吗？你配吗？你配吗？有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走。温软，不将你挫骨扬灰，本宫誓不为人。六哥，你先别急，一个丫头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她。父王，不如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将温软卖去青楼，叫他也尝尝名声尽毁的滋味。不行，我们这么做跟他们有什么区别？这种肮脏下流之事，只有温软那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才会做。少来这一套，脏事你干傻了？装什么清高？还有，你不是说那温软是个傻子吗？现在怎么把我们玩得团团转？对啊，这小野种和他娘明明都被我用系统下了离魂丹，应该吃茶一辈子才对，为何会如此？莫非是其他灵魂穿进他的身体？我有一计，让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。妖异之女就该被嫁祸焚烧。
虾17钱，硫磺3钱，木炭，应该没错。此物一出，轰天裂地，毁灭世界指日可待。嘿嘿嘿嘿嘿嘿。不是说好地动山摇的吗？怎么是花里胡哨的烟花？这小丫头，莫非知道本王今日心烦，特意弄来给本王解闷呢？哎呀，哈哈，哎呀，妙哉妙哉！哦，你们都在呢，想必也已经都看见了。这一定是郡主殿下为了报答老夫多日以来对他的教导之恩呐，所以特意以此奇景奉献于我。别的不说，单说这份心意，真是亘古未有，举世无双啊，是吧？老夫倍感欣慰。你，说。你这个烟花到底是放给谁看的？他们为何如此兴奋？这玩意儿失败了呀，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毁灭世界的炸弹是要连他们一起毁灭的。没错。此乃本作精心研制，送给父王和怀人的礼物，名为盛世华彩，愿你们如这烟花般绚烂。哎呀，多亏了张大人啊！来，请。昨夜我府中景色甚是不错。是啊，王爷府上又添了什么奇珍异宝？非也，是小女顽皮弄了些烟花，说是专程放给本王看的。这小孩子心思，倒也别致。王爷父女情深，令人羡慕。小郡主真是孝心可嘉。王太傅早。哎呦，想必都听说了啊！哎呀，这消息走漏的可真是快呀！你们怎么都知道？承安郡主为了表达对老夫的这个交手之恩，所以特意在昨晚燃放了这奇花异彩呀！我也没问啊。烟花而已，本王见得多了。只是软软坚持要放给本王看，说是父王辛苦了。哎呀，亲王要实事求是，那郡主明明说了，那是放给老夫看的，谢师礼。那是他客气，那是他的真心呐。你没听到他先说父王辛苦了吗？不是你就不能实事求是？当时你也在场。父王重要还是你这个臭教书的重要？那说这个话就没意思了。所谓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难道这时政之前人都赶不上？不信我们现在去找软软问问。秦王和太傅这是咋了呀？听说是因为承安郡主放了烟花。小郡主啊，这年纪不大，但这搅动风云的，这维系人情的本事可真不小。明明就是小郡主。王爷敢不敢去？家中来了封平阳府的信，说是跟小郡主有关。回来找你算账。走。哎，这懒得看你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那烟花确实是给老夫放的。啊，不信，我给你们拿出证据给你们看。你跟我来。
这写的是啥呀？看都看不懂，居然不念给本座听，一点自觉性都没有。小郡主不识字，你不是通读过四书五经吗？本座学富五车，岂会不认识字？只是看不懂你们的字而已。要是再敢质问本座，把你们都杀喽！小郡主，半个月了，这王怀仁什么都没教给他，这姓王的干什么吃的？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哎，小郡主其实已经学会了3个字了。哎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噔噔噔噔，哎，噔噔噔噔，哎，噔噔噔噔，噔噔。都杀喽！都杀喽！收起来！哎！芷软，把信给父王。软软，有人在平阳府败坏你母亲的名声，还将你是个痴傻儿的事情传得人尽皆知。如果再不加以遏制的话，恐怕很快就会传到京城来了。传了我娘什么谣言？传了我娘什么谣言？他们说温逸姑娘攀龙附凤，设计王爷才生下了你。王爷，那边的谣言已经在处理了，不过京城这边也得早做防范，不然一旦传过来了，小郡主的身世恐怕就要存疑了。本王即刻请兵进宫，将温逸的名字记入玉典。明日起，你昭告全天下，说温逸，她是我此生唯一的正妃。还有，花重金请人，将我与温逸相遇相知的戏传出去，在各大戏台上演。哦，当真？那这么一搞，那平阳府的谣言简直不攻自破呀！还能趁机与白希欣解绑，这下他可就彻底沦为笑话了呀！软软，父王这样做的话，你会安心吗？父王，你跟女主割席就是为了我，你不会后悔吗？不会。爱上女主不是反派的出场设定吗？秦九州这是觉醒了。以本座这种龙凤之姿，也需要什么嫡长女身份加持吗？我娘落崖身死已经够苦的了，不用再被什么规矩礼教束缚了。她做鬼也是自由的。总之，谢谢你。软软，小郡主，你跑慢点。这不是好事吗？小郡主怎么不高兴啊？不是笑才代表高兴，小郡主是感受到爱，不知所措了。走。哼。今日太子下帖宴请我们去东宫赴宴，说是为先前污蔑你的事道歉，但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哼，你怎么越来越啰嗦了？一点我的风范都没有。哎，你。你确定一切都准备好了？放心吧，今日捉妖，我志在必得。先前是儿臣想岔，误会了软软，还带累皇帝，受儿臣误解。儿臣思来想去，唯有郑重的道歉，才能弥补儿臣心中的愧疚。兄有弟恭，方是正道，知错便改就好。那你现在快给我道歉吧。道歉？
本太子将来要做一国之君，怎可能给你一个黄毛丫头赔礼道歉？石头，快动手！我要这个野种当众露出妖异之心。请宿主确认是否花费1000积分购买妖化异象。确认。购买成功，使用对象温软，请宿主确认距使用对象10米之内。使用中。归义那种乡野出生的贱人，怎配上皇家御殿？还被秦九州宣称为此生唯一的王妃。温软，你给我等着！本来就是个冒牌货，只需系统略微出手，就能叫这个野种当众露出狐狸尾巴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检测到使用对象灵魂契合度100%，妖化异象无法生效。灵魂契合度100%？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你又不是人工智障，真的是无语。字面意思，温软回来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特地花了那么多积分，为温软安排了个天煞孤星的孤儿身份。你现在告诉我他回来了？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安排一个新技能，让他置于死地。对不起，检测到由于宿主收获的喜爱值过少，积分已不足兑换。放肆！你长了几个头，竟然敢无视本座？不是你说要给本座赔礼道歉的吗？本座虽然小肚鸡肠，但绝对不会原谅你冤枉本座的事。或者你可以割下一只耳朵，聆听你绝望的忏悔。我不是，你老往那边瞟干嘛？那边到底有谁啊？太子没有看我，我不是……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认输。秦九州对我多年的痴迷，不可能说没就没。只要他心软，积分就能赚回来。一定是小郡主弄错了。哎呀，我的头好痛啊，我的腿好痛！哎呀，你为什么不扶我？白夫人，请你自重，你我之间已无任何瓜葛，公然拉扯，与你侯府清誉有损。检测到宿主行为导致目标人物秦九州厌恶度增加，反向消耗积分100，积分余额-100，系统强制进入休眠倒计时，3、2、1，下线。这白希清什么情况？难道是朕之前惩罚的太过严重了，疯掉了？太子，现在那人没了，可以跟我道歉了吧？太子殿下，你不会并非真心致歉吧？太子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本宫……等等，现在可以了。先前冤枉你是本宫的不是，莫软软，莫要计较。本宫已经备好了赔礼，待会就请人送去王府。还有千金万两。唉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本座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本座永远都不会原谅你冤枉本座的无耻恶行。爽啊！主角对反派说的话，终于轮到我倒反天罡了。父王，您别生气，此计不成，
还有一句，别忘了咱们精心布置的白鹤祥瑞局。没错。小郡主，皇上留王爷小婿，今儿咱们先回家。福生无量天尊，小施主，请留步。他是谁？我是无生法师，太子和皇上都会信他。我爹信他吗？哦，装货。哎，小郡主，小郡主虽有灵台慧光，然煞气缠身，隐有黑云压顶之兆，若不及时化解，恐有早夭之患，累及亲族啊！黑云压顶，早夭？细说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郡主当静心为上，善意待人。譬如散尽家财，济世救民；再譬如诚心礼佛，抄经万卷；再譬如，我知道了，本宫知道了。哦，小郡主明白什么了？大师，您是不是能看到本座体内毁天灭地，足以让日月无光、山河变色的磅礴能量？啊，贫道说的是煞气。对，就是这种能量太过强大，以至于在尔等凡人眼中变成了黑云煞气。大师，您果然是道行高深，一眼就看穿了本质。小郡主，您恐怕是误会了，贫道说的是劝你向善。既能看穿，肯定也有化解引导之法。实不相瞒，本座近日正在为此能量失控而苦恼。昨夜本座不过是小试牛刀，想做个炮仗玩玩，差点把王府给点了，幸亏能量不足，只变成了烟花。大师，您一定要帮帮本座，引导这股能量用于正途，以约帮本座练成绝世神功，一统天下。一统天下！哎呦，小郡主，这可使不得呀！贫道是劝你向善。大师，普天之下，唯有您能懂本座。助本座，想必您的法器必也蕴含无上法力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这温软被无生法师拦下了，虽然说他不靠谱，但是据说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要是温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被他超度了怎么办？哎，你真是我这……那儿呢，王爷？这是法师，你外袍呢？舍利子腰带呢？佛珠的法器呢？爹，都在我这儿呢。我准备起驾回宫了，无生法师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来？哎，法师，您这是您的法宝法器呢？福生无量天尊啊！贫道方才为了窥探天机，与缠绕郡主的煞气搏斗，元气损耗，以致衣衫尽碎。法器尽毁，不过幸不辱命啊！殿下，此乃是引鹤灵粉，请殿下速速撒于身上，祥瑞方可辨识。来，这是专门招惹蛇虫鼠蚁的药粉，太子对不起了，随为父一起恭迎祥瑞。小瑞，快来了！哎呦，皇上，快看，有仙鹤，是朝我们方向来的。大吉呀，上大吉呀！
快来啊！快来！不，仙鹤，快回来！我才是天命所归啊！你做了什么？为何仙鹤会向你而去？太子，你这是何意？此乃天意，并非人为，还是你知道另有隐情？不，自然没有。那不就得了吗？都怪本座生得太迷人，人人都爱本座，世间万物都会被本座的风姿倾倒，不像有些人呢，光招四害。那试试这个。不好意思，这好像是我上次做的炸弹。哎呀，拿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！瞧你们被炸的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太子勾结永安侯夫人白溪清，以邪术构陷亲王与郡主，更在宫中私藏毒物，其心可诛。今革除太子之位，圈进宗人府。永安侯夫人白溪清、寿安郡主皇长孙一同受罚，流放边疆。钦此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为表彰秦王秦九州教女有方，承安郡主秦温软聪慧灵秀，特赐秦王10亿万户，加封承安郡主为镇国承安公主，向双倍亲王俸禄，见君不拜。钦此。臣等叩谢圣上，圣上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喂，小琴，现在老头皇祖父把太子给废了，城中的人都在议论，是不是要立你为新太子啊？我们是不是要一统天下，提上新日程啦？我们是不是要一统天下，提上新日程啦？软软，父王以前确实想坐在那个位置，我觉得只有站在最高处，才可以掌控一切，才会觉得不那么痛。但现在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有你闹着，有他们笑着，这比一统天下更让本王觉得安心。哼，没出息，堂堂大反派，一点野心都没有，说出去都丢我的人。不过随便你吧，本座罩着你就是了。好，你罩着我。王爷，小郡主，这是无声法师托人送过来的信，说一定要亲手交到您的手里。大惊小怪的。瘟疫命星未陨，死在人间。咋了？他又说啥了？不会还是劝我积德行善吧？信上说，瘟疫，你娘她命星未陨，死在人间。